提到多肉植物，应该不少花友都很熟悉。而在入夏之后，温度持续升高，为了避免多肉被烤焦，很多花友都会更换养护位置，避开烈日暴晒，减少水分流失，让多肉可以安全度夏。虽然多肉价格都比较便宜，但是只要我们养护得当，普货也可以养成高级感。因此，一定要注意摆放位置，尽量保证叶片的完整饱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提到多肉夏天的摆放位置，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，一旦摆放不当，多肉就可能黑腐化成水。接下来花花就来说说夏天多肉的摆放位置，希望大家了解后都能让你们的多肉安全度夏。1. 避免放在阴暗潮湿处，易土长黑腐。入夏之后，为了避免暴晒，有条件的花友会直接在室外拉一个遮阳网，削弱阳光强度，又能保证周围空气流通。但是大部分花友都是自阳台养护的，特意拉遮阳网也会影响室内光线，而且数量也不是特别多，就会把多肉挪到阴凉的位置。但是要注意一点，必须保证周围空气流通顺畅，不能选择卫生间等阴暗潮湿的位置。在这些光线不足的位置，多肉会因为光合作用削弱而出现土长的迹象，而且这种潮湿的位置，细菌繁殖速度也快，容易黑腐。如果此时还给它浇水，水分大概率会继续残留，导致根系腐烂。个人建议首选北阳台之类的位置。进入休眠状态的多肉，每天仍需要进行散光日晒，一般2至4个小时左右即可。日晒最好选择早晨7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，阳光强度比较弱，水分流失也不会太严重。在日晒过程中，给多肉植物选好位置后，要观察1个星期多肉的生长情况，再做一些调整。注意一点，植物有向阳性，如果我们任由其不管，这样多肉会长歪掉，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土长。所以，在夏天的时候有遮阴的情况下，间隔1周左右，要给多肉旋转一下朝向，让它各个叶片都日晒到，这样肉才会更健康。2. 夏天放北阳台还是南阳台？夏天多肉放南阳台还是北阳台，确实是个问题。南阳台光照更充足，可以有效地防止多肉出现土长，保持住株型，甚至可以让一些紫色的多肉一直不褪色，比如说黛比、丘比特、紫乐、华丽风车等等。但光照充足也意味着夏天紫外线更强，温度也更高，多肉直接暴晒的话肯定是受不了的。所以放在南阳台最好保持在10点之前。至于北阳台，它的光照不好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就算房子的角度和高度都很合适，能晒的太阳的时间也非常的短。如果长期将多肉植物养在北阳台，肯定会因为光照不足而出现土长。但是我们恰恰可以利用其光照不足，放一些夏季休眠的多肉植物，比如法师、山地玫瑰、熊童子等等，因为它们休眠后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所以对于到底是选北阳台还是南阳台，个人建议是放在南阳台，然后给它找些方便的东西遮阴，毕竟对于那些有着庞大群落的肉友，搬来搬去太麻烦了。3. 封闭的空调房，通风差。当然，想控制多肉周围的温度，也可以把多肉放在空调房中。但是有些花友为了避免冷气外泄，门窗都会关紧。过于封闭的空间，通风性非常差，也会影响多肉生长，造成叶片干叶、极质化、落叶子的现象。即使能让多肉顽强生长下来，也会破坏多肉叶片的美观性。如果把多肉放在空调房，那么我们要避免将多肉放在空调的出风口，因为出风口的温度很低，容易冻伤多肉的叶片。多肉植物是很娇嫩的植物，夏天很容易被强烈的阳光晒伤，所以养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尽量将多肉搬到室内阴凉的环境中养殖。多肉植物是个矛盾体，既喜欢晒太阳，但是又不喜欢太强的光线，所以尽量找一个光线照得到的半阴环境，一半光照，一半阴凉养护。其实除了室内半阴环境，通风的环境对多肉来说也很重要的。多肉养在通风很好的地方，是会保证植株的生长的，而且还会抑制多肉滋生细菌、病菌的现象，远远比养在别处的多肉要更容易度过闷热又很潮湿的夏日时光。4. 发热的电器易使多肉流失水分。
而把多肉摆在室内的时候，不要把它们放在电器旁边，例如冰箱或空调机附近。任何电器，它们在运行的时候都会释放热量，如果把多肉放在它们附近，周围空气比较干燥，多肉的叶片会出现干尖等情况。如果热量过高，还会因此萎蔫发皱，和放在室外养护也没有区别，因此不要犯这种错误。如果有窗台，就把它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白天关闭窗户，阻挡热气传递，微弱的阳光还可以透过窗户照射进来。夜间把窗台打开，让多肉开始呼吸。这种状态下，多肉的叶片基本都能保持完整状态，但在浇水的时候，不要试图添加肥料去催化生长。5. 不能放在封闭空间。到了夏天，很多花友为了避暑，就会把多肉放在室内，加上开空调，就会把门窗紧闭。这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，没有通风。虽然可能比较凉快，但是通风透气对于多肉来说，比浇水、光照更重要。尤其是在夏天，不通风，过2-3天，肉就会化水黑腐了。总结，夏天是多肉的克星，只有我们摆的位置好，就成功了一大半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夏天多肉放在哪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